各位听众，晚安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卡皮桑。今晚我们不谈热门的旅游打卡点，也不聊虚浮的国际政治辞令，我们把目光投向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交汇的那片土地——伊拉克。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停留在这20几年来的战火、硝烟与废墟，但在我眼里，如果把人类文明比作一场长跑，那伊拉克就是那条起跑线，是所有起点的起点。今晚，我们用一个节目的时间，浅谈这片土地在历史中那无可取代的厚重的地位。要聊伊拉克，你的脑海里首先要浮现一个地理概念——美索不达米亚 （Mesopotamia）， 希腊语意为两条河中间的地方。大约在6000年前，当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还在洞穴里钻木取火、追逐野兽时，苏美人已经在伊拉克南部的沼泽地带建立了城市。这不是简单的聚落，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都市化。他们用芦苇杆在湿泥板上刻下符号，这就是楔形文字。这不只是记录谷仓里有多少小麦，这意味着人类的经验终于可以跨越时空传递，不再只靠口耳相传。轮子、灌溉系统，甚至我们现在还在用的60进制，1分钟60秒，圆周360度，全部源于这里。当你在深夜看着鼠标指针跳动时，你其实正与6000年前的伊拉克人共享着同一套逻辑。这就是伊拉克的地位，它是人类社会运作底层逻辑的撰写者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巴比伦崛起，这是我最想跟大家深聊的一段。很多人听过汉谟拉比法典，直觉就是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但在我的节目里，我不希望大家只看表面。这块玄武岩石碑真正的历史价值在于，它确立了法治高于人治的雏形。在那之前，国王的意志就是法律；在那之后，规则被刻在石头上，立在广场中，所有人都能看见。这种对社会秩序的追求，让伊拉克地区成为了古代近东文明的组织核心。它告诉世界，一个庞大的帝国不能仅靠武力维持，更需要依靠契约与公正。我们跨越几千年，来到公元8世纪，当时的巴格达是什么模样？那是伊拉克的黄金时代。当时的巴格达是圆形的城市，被称为和平之城。它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城市，也是知识的中心。当欧洲还身处于黑暗时代，知识几乎断层时，伊拉克人正在做一件影响全人类文明进程的大事——翻译运动。他们建立了智慧宫，学者们把希腊的哲学、印度的数学、中国的造纸术汇聚于此。如果没有当时巴格达学者的保存与翻译，阿里斯多德、柏拉图的作品可能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，文艺复兴或许根本不会发生。伊拉克在历史上的地位不仅仅是文明的发源地，它更是文明的救命恩人与传递者。它像一个巨大的硬碟，备份了人类最珍贵的智慧火种，并在最关键的时刻将其交还给了世界。为什么伊拉克的历史如此辉煌，却又如此多舛？这就是我今晚想跟大家分享的深度观察——地理决定论。伊拉克地处欧亚非3大洲的连接处，它是财富的汇集地，也是野心家的必经之路。从波斯人、马其顿的亚历山大、蒙古大军，到奥斯曼土耳其，再到近代的大英帝国。1258年，蒙古叙列兀西征，巴格达的图书馆被焚毁。据说底格里斯河的水先是被墨水染黑，接着被鲜血染红。那一刻，不仅是伊拉克的悲剧，更是人类文明的一次集体失忆。这片土地太过富饶，不仅仅是它的农业，还有后来的石油。这让伊拉克在历史上注定无法安静地存在。它的地位是如此重要，以至于每当世界权力格局发生变动，它总是第一个感受到震荡的地方。说到这里，我们不能避开近几十年的动荡。作为主持人，我不吹嘘伊拉克的现状，它确实千疮百孔。但如果你走进巴格达的穆塔纳比大街 （Mutanabbi Street），
那是著名的书商之街。你会看到，即使在爆炸频传、电力短缺的日子里，当地的年轻人依然在买书、读诗。那里有一句很有名的话：开罗写书，贝鲁特出书，巴格达读书。这就是我想告诉大家的伊拉克。它在历史上的地位，绝非几场战争、几个强人统治就能磨灭的。它的地位刻在每一块苏美泥板上，流淌在每一条代数公式里，存在于每一本被守护的古籍中。今晚的节目接近尾声了。伊拉克在历史上的地位，总结起来就是：它是人类文明的子宫，是智慧的避风港，也是地缘政治的风暴眼。我们不应该只透过新闻镜头里的断垣残壁去认识它。当你下次仰望星空、计算时差，或者翻开一本法学典籍时，请记得，这一切的源头都曾在那片遥远的两河流域闪耀。那是伊拉克欠世界的一个古老承诺，而世界至今仍在受益。我是卡皮桑，感谢大家今晚的收听。愿这份跨越千年的厚重能带给你一场宁静的梦。我们明晚再见。